欢迎来到热点新闻频道，请订阅并关注以获取最新资讯。诚意实力回应黑稿，这一番解析让黑子无地自容。富山海大结局前天已经看完了，真是每一集都是刀，意难平啊。今天我们来聊一聊关于富山海一开播就漫天而来的黑稿。开播前的黑稿咱就不提了，太多了。9.11富山海刚播出2集，黑稿就漫天而来。可以说网上那些黑子99.99999%是不会去看剧的，看剧不是给我们提高热度吗？他们才不会那么傻，那么剩下的那0.0001去干啥呢？当然是跳着去截图的，不然连粗糙的草稿都没有，怎么行黑稿仪式呢？先来一张视觉盛宴。上图，黑子开始行动了，不错，富山海剧刚开播几分钟，黑子就找到方向了。黑威亚痕迹过重，以前就总黑诚意拍打戏还要吊威亚，现在看来，原来是他们家的确不需要吊威亚，才会针对诚意有如此黑稿。毕竟他家哪位没有核心力量，吊个威亚跟纸片人似的，摇摇摆摆就上去的。打戏已经成了笑话了，肯定的减少掉威亚的戏份。开大之虚战那提把剑左一划拉，右一划拉，又或者比个手势，死一大片那种武功。另外，此场戏黑子还黑萧秋水骑马飞越过悬崖救吴老妇人那场马会飞一事，我就想说，黑子怎么就那么耐不住性子呢？是怕晚一点出黑稿就再也压不住富山海的热度了吗？你们看懂剧情了吗？没看剧只看图黑，被打脸怪的谁？只能怪你们自己不好好做功课啊！此场戏是萧明明做梦时的场景，可以说是属于一个现代人对武侠世界天马行空的想象。想象难道不是夸张的？做梦难道不是夸张的？我小时候做梦还没飞得老高，想去哪里就能飞去哪里呢？第二黑原声，这是一个老生常谈的问题了。李莲花17黑李莲花原声像快死了，无精打采的。原来黑子不是看不到人物核心，他们能精准的找出人物核心，但是只是为了找来开黑稿而已。上图萧明明从发现自己穿书，再到被姐姐带回萧家受罚这一段的内心变化。刚醒来猛了一阵的萧明明发现自己穿书了，他以为自己穿到了他笔下萧秋水轻功第一内力第一轻功第一的巅峰时刻。作为一个现代牛马，这时的他犹如天降馅饼，捡了个大便宜。所以在花楼时的萧明明萧秋水是一副臭屁中二的样子，这时他还有内心建设，哪怕在书中做梦也好，黑赌方来赌他的时候，他是非常有信心的，想要展示一下自己笔下的轻功。谁知起飞失败，被姐姐救下，这时候他开始怀疑人生了，所以一下子就老实了。被姐姐带回家，跪在萧西楼面前时，他也是一副懵逼加心虚的状态，因为不知道上面那位长者是谁，所以不敢说话，一直没有回话。后来在姐姐口中知道眼前训斥他的长者是他爹，他就更不敢说话了。因为在原著中，萧秋水爹最是不喜欢他，嫌他爱胡闹，这段是心里吐露。原声很清楚，可以听得明明白白。再后来萧西楼问他怎么不说话什么的，开始被黑，说他吐字不清什么。诚意可以说对角色人物理解非常到位。他说因为怕被发现他不是原本的萧秋水，所以不敢说话，怕多说多错，所以总是含糊其辞，回萧西楼时都是磕磕巴巴的样子。而黑子的理解就更搞笑了，黑他既然怕露馅，不是更应该像原来的萧秋水那样讲话吗？等等，又是一通黑稿。在此我真心劝一句，开黑稿前请认真了解角色人设，打好草稿再开黑稿比较有说服力。此时的萧明明萧秋水，他是没有属于萧秋水的记忆的。
此前在萧秋水身上发生的一切事情，他都不知道，更不会知道萧秋水平时是怎样说话的，怎样行事的，让他如何模仿真正的萧秋水去回话。难道你们是短剧看多了，那种穿越还保留原生记忆的？所以一穿越马上融入其中？也不对，现在的短剧一穿越，哪怕没有前身记忆，他们也是可以马上融入其中的。短剧吗？那有时间去给你铺垫剧情，融入角色呀。第三，萧秋水不像个大侠，这时剧刚播到第6集，见下图，我真的快要笑死了。这个时期的萧秋水知道了魔点系统给他的任务，让他谱写一本朴实的男主成长虐文。萧秋水第一反应是啥？那肯定是怕呀。他已经了解了自己根本没有自己笔下的那些外挂，现在就是个菜鸟，毫无自保能力。他怕自己没命活到1年后的武林大会，怕自己回不了属于自己的世界。所以这个时期的他还是现代社会的一个宅男打工人萧明明。他先想到的是躲起来，所以想要偷偷跑掉，谁知道还没跑出碗花就被系统强制下线重启。醒来以后的萧秋水发现想跑也跑不掉，这时候他见到了他在外闯荡江湖结识的3个兄弟，可是3个人他一个也不认识，只能靠猜对方身份。然而3个人都给认错了，没一个认对的。这些剧情都是再次铺垫了萧明明对萧秋水的一无所知，所以他和任何人沟通时都格外心虚，就怕对方问什么他答错了，被对方察觉异样。你们他应该像萧秋水那样去讲话，请问怎么讲？3个人3个全认错，请问他该怎么讲呢？更别提对话中所会提及他不知道的事情了，他该如何回答呢？含糊其辞才是最正确的蒙混过关方式。萧秋水还有一句话，他爹训斥完以后，问他接下来该干什么，他没有吭声，因为不知道自己接下来该干什么。他爹来了句该去睡觉了，这时萧秋水有一句属于自我吐槽的话，吓死宝宝了。这句话不是他回他爹的话，只是一个作为现代人被长者训斥后突然发现虚惊一场的自我安慰，小声吐槽。相信大部分人都会有这种心理活动吧，可惜又被黑子黑，说听不清他在说什么。言归正传，而那些他不像大侠的，想跑跑不掉，想苟在3个兄弟身后也苟不了。这个时期的萧秋水怎么可能像个大侠呢？遇到傅天意，一时生命受到危险，属于萧秋水的肌肉记忆觉醒，奋起反抗，4人合力杀了傅天意。等他回过神来，唯一的反应就是怕，吓得手抖，包括后面毁尸灭迹时，他依然没有从害怕的心情中回过神来。而另外3个好友是真正生活在武侠世界的人，他们杀了坏人只觉得大快人心，而萧秋水作为一个生活在和平年代现代人，怕才是正常的人物核心。被你们黑不像大侠，问问你们自己像吗？一部长剧最需要的是什么？人物核心、剧情走向的铺垫。萧秋水现在是家中最宠爱的老幺，辫子也好，浅色系衣服也好，先抛开第1套联动莲花楼里莲花一说，也抛开时下流行，其他所有剧也几乎都是浅色系为主一说。你们他穿浅色粉色留刘海装嫩什么的，我怕你们怕不是有什么大病。程毅的粉丝可以说很多都喜欢程毅没有刘海的妆造，比如齐艳映、渊羽丝凤等等没有刘海的妆造。而衣服，应渊的黑白灰色系的衣服，李莲花的粗布麻衫更是衬得她清风朗月，人格魅力拉满。那么为什么剧中最开始要用浅色系服装、刘海？这个时期的萧秋水本身就是家中最宠爱的孩子，年纪幼小，父母甚至从未对他严厉要求他习武练剑。试问谁家会把自己疼爱且未长成的孩
子打扮的成熟老气横秋。这个时期的孩子就是青春气息洋溢的，浅色系有问题，而且妆造什么的是程毅决定的，这不是剧方妆造老师决定的吗？而程毅每部剧都有好几个妆造，你们不看剧，好多网上剧照去搜一搜，浪费不了多少时间。男生适用的发现也就是那些，程毅能用的都用的，偏偏你们只能看见他有刘海的。最后再说关于黑程毅指甲粉的问题，果然黑子眼里看什么都是黑。你们怕不是下水道待久了都得了灰指甲，没见过健康的指甲是什么样子，所以啥都能开黑。